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，人家说他痞湿痞寒，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。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平时吧，她不看中医，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，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。但是呢，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，最近要回国，就病没看完呢，人走了，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。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，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，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，万一有呢？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，她完全不了解情况。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，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，很多问题。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？饭 rice 香不香？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，跟医生说：盖饭香，炒饭香，黄焖鸡米饭香，有点菜汤都香，纯大米饭的话不香。医生，我饿了。我喜欢排骨肉、大盘鸡、羊肉泡馍、饽子，你有的吗？我喝的。还行。然后医生问：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？大胖媳妇说：看菜，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，但你说像小龙虾哈，我其实喜欢五香的。不伤的手风扇，好吃。真香。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，医生说：你呀，应该是痞湿痞寒。大胖媳妇看着医生，尴尬的说：我只是屁多屁臭，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。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，我就是脾肚脾超，脾肚脾超。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，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。都聊到这儿了，大胖媳妇问我：这医生也太唠嗑了，唠20分钟了，啥问题都问，他咋还不看病？我才明白，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，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，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、排片。这些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，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，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，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。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，严谨一点，别瞎回答，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，好好回复，明白没？他说啊，都看上病了，好好。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，对了，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？大胖媳妇看看我，又看看医生，思考了很久，容易成型吗？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，我也没捏过呀。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，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，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，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，这是人家的手法。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，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，人家医生搁那儿拧针呢，他告医生别玩，别玩啊！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，裤子都湿了。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，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，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，洗得更干净，还能省70%能耗，食品级蒸汽除菌，洗完就烘，干干爽爽，超薄嵌入设计，不占地方，容量更大，颜值还高。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，3管齐下，一是针灸，2是食疗。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，连吃10天。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，9只鸡。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，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，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。我控制不了，脾多脾臭，我意思。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，随便生个撸一撸。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，颜值比较高，这个事儿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有没有科学依据？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？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，颜值画风很混搭，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？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罗马假日里赫本坐在小丁豆上，优雅而高贵。镜头往前再一拉，一看骑车的是赵四。楼平地起，辉煌只能你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，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，是不是嫌弃你啊？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，是体格。姐姐像活驴一样，特别强悍；弟弟像黛玉一样，特别娇弱。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，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，咕嘟咕嘟就有灌。弟弟离冰箱2米，我妈就给抱走，说有凉风。别说喝冰水了，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，都得是先做热的，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给吹。姐姐胆子贼大，活泼好动；弟弟胆子贼小，还有点老气横秋。姐姐啊，大冬天短裤、冰水、冰滑轮，4年没进医院的门；弟弟1年4季棉裤腰，今天咳嗽，明天烧。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，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，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。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喘的日子。这是爸爸，爸爸。拿铁也是没想到，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，84有灾儿，73有难，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。1岁半，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。咱们的妈妈们啊，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，
他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：一，你现在我让你嘚瑟，到老了全烙病。我老公就很费解，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？春饼啊，春饼啊。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，烙了你就知道了。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，你这属于画饼。你说去烙个饼，你还不说啥时候烙，你还不说烙啥饼，就给一个泡影，看老了就知道了，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。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咱们体质不一样，基因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。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，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？这俩孩子，一个母亲，一个父 ，exactly 重合的基因库，同祖而来又同宗，同一个太姥卷大葱，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的不同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待的方式不一样。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。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，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。在俺家，父子关系咋修复？天凉不让穿衬裤，文化碰撞哪家强？谁命不硬谁投降？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。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，大品牌喝着放心，主打好吸收。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，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，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。拿铁呀，你得要点强，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。长大了你也鼓捣你爹，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今天我过生日，你们猜猜我的大胖媳妇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？借此机会，我顺便澄清一下子啊，我今天刚满32， 90年生人。以后7几年的朋友们啊，请不要再管我叫彩玲姐啊，我不爱听。首先呢，蛋糕是他定的，这本身就是个错误。他手机上选的蛋糕，连那个60都没改呀。谁过生日啊？他说他全世界最喜欢的蛋糕就是那款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大蟠桃，然后配个大寿星佬那个蛋糕。他说他就爱那款大纹的，但是现在的蛋糕店他说太新潮了，他就没找着那个带寿星佬人的。但是为了配这款蛋糕，人家在我家原地 cos 了一个寿星佬。然后呢，就到了给礼物的环节，整的神秘兮兮的。哎，拿铁，你说爸爸给妈买的啥呢？你知道不？包。啊，他知道我喜欢哪个包。哎，那你说他买的，如果要买的包，哪来的钱呢？我给我爸钱了。面条机，面条。我给我爸300呢。你是有什么大病啊？对，多大病？煎饼果子。当时周围一堆人给我整的这个没面。这事儿咋回事？为什么要买煎饼机呢？是这样的，就前几天北京街上都没有人，你点外卖都没有骑手接单。然后我呢，突然间就特别想吃煎饼果子，就像有人说的似的，人家摊上这个毒猪啊，可能应该叫老母猪，就都特别能吃。然后点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接单，大胖媳妇呢就非常着急，就给人店家打电话，那个我的煎饼果子你快点送吧。人店家说我们都摊好煎饼了，但没有人接单。大胖媳妇说那怎么办呢？人说那不行的话我给你闪吧。大胖媳妇说我要什么伞呢？人家我要吃饼，你给我伞，我吃什么伞呢？然后还跟人说我的爱人就想吃一个煎饼，然后现在谁都不送，哎呀，这让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都绝育了。人对方说你要绝育了，你喝点粥，你这时候你吃煎饼果子干啥呀？我说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个手机 APP 学汉语学窜台了呀？你是不是想说绝望啊？那怎么说个绝育呢？俩人唠的那个劈叉呀，后来拎衣服自己出去买去了，说为了我做一把男人，坚决把这个煎饼给我买回来。你穿上毛裤不穿。你等着毛裤买完了你不穿，你这毛裤全给你放闲鱼上卖了。不要。然后骑着电动就去买去了，回来冻傻了，就直了。但他给我拎回来的煎饼很热乎的，放自己肚子上了，一道捂回来的。我呢，说实话挺感动，就是这个煎饼让他捂的有点他的膻味儿，没别的毛病。但是从此他就立志要自己摊煎饼，天天在俺家平底锅上练，那打鸡蛋啪啪碎呀。他说：“哎，你说我怎么一打鸡蛋打手里就漏？你们说的漏一手是不是就这么来的？”所以借我的生日，人家给我买个煎饼机。他说我们吃煎饼的方式太被动了，要自己会煎。今天自从打开这煎饼机，已经摊了6个煎饼，惯这样的摊，简称摊晃，俺家俩孩子先看煎饼都跑。现在他买的这个什么煎饼机、炒菜机、面条机，我用过1次俺家的按摩床垫，拿铁的那个玛莎拉蒂。我现在给这个东西全上架到闲鱼，咱给他找个下家。今天一律15到50块钱断舍离。哎，这这么轻的，Jamie里边 Switch 拿去了，你给我放空盒，你给我拿出来。你们如果想买啊，上闲鱼搜索我的名张彩玲，就可以看到这些宝贝了。属于我家所有闲置的，我都往上整。除了这俩，我暂时先不卖。你们有啥好玩的也可以往上挂嘛，就能挣点是点。救爸爸，救爸爸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妈妈。